虽然答应了他们，但我实在想不到该怎么开这个口，尤其还是求沈建清，他指不定又会提什么要求。傍晚的时候，沈建清从外面回来了。李玉泽，你的脚还痛吗？沈建清一进屋，把一叠糍粑和蜜饯放在桌上，上前来看我的脚。我只当他是随口一提，没想到还真的带了甜食回来。我摇摇头，已经好了。沈建清的眼神里透着诡异的遗憾，他转身把糍粑和蜜饯端来，自己先吃了一个，说：“你试试。”我本身就不爱吃甜，心里又揣着事，无奈顶着他期待迫切的眼神，便随意夹了个蜜饯塞进嘴里。清甜微酸的味道瞬间在嘴里蔓延开来。我猛地发现，这是我们两个难得的心平气和地待在一起的时候。分一盘蜜饯，吃一盘糍粑，好像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起，满心满眼都是彼此的爱侣。沈建清忽然说：“其实我母亲就很爱吃蜜果子。”我愣住，没想到话题怎么突然就转到了他母亲身上。那时候我家里常有蜜果子吃，只是后来我父亲死了，我母亲就不大爱吃了，甚至很少与我说话。很多人认为，童年的缺失与不幸福会在成年后持续寻求补偿。我相信现在的沈建清并没有骗我，他实在也没有再骗我的必要。但我想至少他的父母是很相爱的吧。我想到了我的父母，沉沉地开口：“我父母都还在人世，但他们已经离婚了，各自有了各自的新生活，把我这个他们不美好婚姻的象征物给抛在了脑后。”离婚，沈建清很新奇。我解释，就是情感破裂，解除婚姻的意思。在外面这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呵，沈建清不屑地嗤笑。我若认定一个人，那这辈子就是这一个人，谁也别想改变，连他自己也别想。他又说这种堪称偏执疯魔的言论，一辈子长得很，或许现在是情深似海，两情相悦，但谁知道会不会走到相看两厌，分道扬镳的一天。我相信每一对夫妻走进婚姻的时候，都是充满了爱与憧憬的，但更多的琐碎消磨了爱意罢了。算了，说这些沈建清也未必能够听得懂。我斟酌了一下，问：“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沈建清说：“天快亮的时候吧。”那，你做什么去了？我当然知道他做什么去了，只是想把话题引到他们拜托我的事情上去。可我还没有再说，沈建清却突然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我，那是一种很复杂的眼神，像探究，像沉思，像恍然。不知道那一个瞬间他究竟想到了什么，或者说想通了什么。总之话题突然冷了下来。我应该想到的，他们会来找你。沈建清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，我没有听清，但我想他已经猜到了我的用意，便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接道：“你是去捉叛徒了吗？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”沈建清垂下眼睛，浓密纤长的睫毛盖住了他的思绪。一切按寨子里的规矩来。我说：“可婉莹他们说，你有改变刑罚的权利。”我的确有。所以你要求情是吗？沈建清的脸冷了下来。让我猜猜他们是怎么说服你的？哦，对了，一定是说阿宋是为了拯救秋露、温玲玉他们几个蠢货才会选择叛离的事吧？我沉默地注视着他。沈建清咬着牙挤出一个笑，挑着眉说：“我当然可以，李玉泽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愿意照做。不过我也有一件事要你做。”我心下一沉，但还是问：“你说。”这件事不急，之后可以慢慢来。沈建清说：“
我可以改变刑罚，但是按照寨子里的规矩，叛逃是重罪，或许改换之后还会更加痛苦也说不定。我说，只要他活着，怎样都行。好啊，刚好你不是一直很关心那3个蠢货的下场吗？明天我带你一并见识一下他们的下场。沈建清之前说的，他们所种的蛊虫吗？我的心重重在胸腔里跃动一下，惶惶不安升腾起来，恐惧占据了上风。第2天很快就到来了，我在沈建清的搀扶下，随他一起去看看寨子里会怎么审判叛徒，还有沈建清说的下场。我的右脚被木板定住了，完全落不了地，我只能整个人靠着沈建清的力量勉强站立。他的右手扶在我的腰上，灼热的温度穿透薄薄的衣服，贴在了我的身上，还有他身上若有似无的青草的气息，一直萦绕在我鼻尖。我很不习惯这样依靠一个人，不自在地说，你可以帮我找个拐杖，我就能自己走了。沈建清却很高兴的样子，扶在我腰上的手更加用力，把我紧紧地拦在他身上。我才没有那么傻，我就要你靠着我，走的每一步都有我在旁边。这样的话听得多了，我已经快要麻木了，因为带着瘸腿的我，这一路很不方便，有些狭窄的地方还要他背着我才能过去。但沈建清却是一副乐此不疲的模样。等到了聚居地时，苗民们已经早就到齐了，俨然是在等待我们2个的样子。依然是那个大堤坝，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了什么篝火。我的心情和心境也全然不似上次来到时那么轻松。都说时移世易，没想到世事变化这么快，时间倒还追不上。在木头垒起的高台上，首领已经坐下了，他身旁是楚楚动人的婉莹。他一看到我，就投来询问似的目光，我轻轻地点点头，算是回应。沈建清很敏锐地感知到了什么，只在我耳边低低地说，别看别人，我会难过的。他没有权利这么去要求我，我在心里暗暗道。我转头与他对视，他笑了笑，把我安顿在一旁。在人群围绕的中心，赫然跪着一个年轻男人，他一身深灰色苗服，面容敦厚，手脚都被捆缚着，神色很平静。他是那天打翻了温灵玉酒杯的那个男人，他就是阿宋吗？我蓦然间好像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会突然叛离，为什么要追着去护送秋露一行人。准确地说，他应该是想保护温灵玉。在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就已经看出来了，他凝视着温灵玉的眼神说不上清白。阿宋笔直地跪着，对四周的议论和指点都充耳不闻。我虽然听不懂，但察言观色也还是会的。寨民们说的话想来并不太好听。昨天为我治疗脚伤的卢奇就在边上，已经是老泪纵横，数次想要上前去，都被周围的人给拦了下来。阿宋转头看向他父亲，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和哀伤，但并没有后悔。对于即将可能面临的所有惩罚，他都没有一丝后悔的情绪。我忽然想到了沈建清说的那句苗人固执，原来这就是灼热的爱着一个人吗？即使他不接受，甚至那个他对所有的付出都不知道，九死其犹未悔。现在很多人对于情感喜欢用值不值得来衡量，但我从他身上似乎看到了另一个答案，没有值不值得，只有愿不愿意。高台上响起沈建清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在低处仰视着他。他藏青色的苗服长袍在风中微微起伏，繁复华美的银饰缠绕在乌黑的发间，神色淡漠而威严，无人不屏息聆听。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，这个18岁的少年
的确会是这一片天地未来的主宰。沈剑清说完，苗民们面面相觑起来。婉莹的脸色不变，但狭长漂亮的眼睛里却有喜悦的神色一闪而过。我心里一动，赶紧扭头去看卢奇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是这个世界上再残忍不过的事情。他已经停止了流泪，跪坐在地，苍老的面容上每一根沟壑都是岁月的痕迹。他愣愣地听完沈剑清的话，蓦然双手高举过头顶，轻身缓缓向下，额头触地。周遭议论纷纷，我却觉得心里一片悲伤。原来一个父亲真的会愿意为自己的孩子做到这个地步。很快，从侧边走出来了2个男人，一人抱酒坛，一人执酒碗。这个场景何其眼熟，让我忍不住想要站起来。那天砍火星仪式的那天，不也是这样的吗？甚至倒酒和执碗的人都依然是他们那2个。不同的是，那天所有人都喝了酒，所以我们也放心大胆地跟着喝了下去。而这次却只有阿宋一个人。毛骨悚然，我早有猜测，但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，还是忍不住震颤。一种早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自知，还浑浑噩噩地以为所有人都是好心人的懊悔和恐慌攫住了我。倒酒的人上前，满满一大碗酒，还有不少酒液倾洒了出来。阿宋早就被松开了手腕，一圈深深的勒痕印在他腕子上。他接过酒碗，迟疑了1秒钟，他拧头看了看卢奇，嘴唇翕张，似乎是想说什么，但对上卢奇苍老悲怆的眼神，他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阿宋收回视线，垂头顶着酒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仰头把酒水一饮而尽。至此，这场审判迎来了尾声。没有哭闹与求饶，没有卑微的祈求，甚至全程阿宋一个字都没有说。他倒也是个好汉，我竟有些佩服他了。审判到此结束，寨民们纷纷四散而去。他们经过我时，没有一个人与我说话，但视线却会隐隐落在我身上，那眼神冷淡漠然，与看一只将死的虫无异。因为我也喝了酒嘛，我是个一向能够藏得住心底事的。我母亲没有改嫁之前，总嫌弃我是个闷嘴葫芦。我习惯于把自己的疑惑、困扰和麻烦给藏起来，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可刚回到吊脚楼里，沈剑清就说：“你的脸色一直都好难看，吓到了。”说话的事情，他的手还扶在我腰间，看起来漫不经心，却只有我知道他有多用力。我知道现在不是和他对着干的时候，便老老实实的摇头：“没什么，你想问我刑罚具体是什么吧？”说着，他推开了他卧室的门，把我扶到了他的床上坐下。床一向是个敏感的家具，我说：“那你愿意告诉我吗？”“当然，我说过了，只要是你想，我都愿意去做。”沈剑清神色认真，解释道：“酒里掺杂了蛊虫，那是一种自诞生就养在酒里的蛊，所以身体几乎透明，与酒液无异。喝酒的人不仔细看，根本瞧不出里面有蛊虫。那晚正是天黑，虽有篝火，但我们的位置却背光，影子刚好投在酒杯里，看不清里面的具体情况。酒的环境与人体的环境大有差异，在酒液中处于僵持状态的蛊虫，一旦进入人体，就会被唤醒活力，钻进血管里，然后顺着血管来到大脑。沈剑清的声音越说越低，他故意吓唬我似的，最后简直是压着嗓子。中蛊的人被啃噬大脑，最后变成蛊虫寄居的躯壳。我愣愣地看向他，生苗不会放任何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离开，
这就是他们能够隐居几百年的秘诀。那些误入这里的人，原本还一心以为自己进了桃花源，殊不知，他只要离开，就会成为蛊虫的傀儡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沈建清卧室的采光极好，虽然现在是黄昏，但房间里却丝毫不暗，把他俊美无愁的脸照得纤毫毕现。他们都中蛊了吗？就是砍火星仪式上的酒，所有人都喝了，我们自然有驱蛊不入壶的法子。沈建清撇清关系，而且是寨子里人下蛊，基本上是默认了。沈建清扮起无辜来，倒是得心应手，好像他对这些事情真的无能为力一样。哪怕他提醒我们呢？那我也喝了酒。我木然道，所以我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傀儡？到时候你也会很开心吧？终于得到了一个不会违逆你的称心玩具。才不！沈建清上前来，揽着我的后背拥住我，把他的下巴放在我的肩窝。你身上我早留了东西，没有哪只不长眼的虫子敢进你的身。他在我身上留了东西，没有什么虫敢于近身。什么东西能够这么厉害？我细细一想，脑海里蓦然浮现出在山洞里时那只青绿色的蛇。我当时正虚弱，要对抗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它分明是想要发动攻击的，但是在我不小心扔出香包的时候，它迟疑着退缩了，像是在忌惮着什么。当然肯定不是忌惮我，我当时那病殃殃的样子是香包。我下意识捂住胸口，香包就被沈建清用银链子拴起来挂在那里。自那天之后，就一直没有被拿下来。我最开始觉得不舒服，想要取下来，结果转头就对上了沈建清阴冷的目光，瞬时就不敢动了。现在竟渐渐习惯了它的存在。香包鼓鼓囊囊，一按就能够听到干药草挤压发出的脆响。它的香味已经渐渐消失，闻不到了。但所谓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也可能是我已经熟悉了它的味道，也就适应了。沈建清欣然笑道：“你好聪明，李玉泽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能让那些没有主观意识，全凭经验和潜意识判断危险的生物都感到恐惧的东西，究竟是什么？你猜？”沈建清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你猜是不是我下的蛊？”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。蛊？他的蛊中，我看向窗台，那里已经不见了他的蛊中，却有一只红色的虫子趴在那里，那么绯红的一只，约莫指甲盖那么大，看起来腰也不详。它好像有意识似的，发现我在看它，还用后面的两只细脚支撑着前身，艰难地立了起来。因为距离远，我看不清它的全貌，但依然心悸。沈建清，那只虫好奇怪，会不会有毒？自然界里，越鲜艳的生物往往越有毒性，最不能掉以轻心。我的本意是让沈建清去赶走它。沈建清起身走到窗前，垂下眼皮，微微探手，那虫子竟熟练又乖顺地爬上了他白皙的手背。这是红红，我养的小玩意儿。沈建清说着，把它凑到我面前。李玉泽，他很喜欢你，你要不要摸摸看？他很乖的。凑得近了，我才看清这红虫子背上怪异的纹路，没有规律，但却说有说不出的鬼魅。它如两滴墨点的小眼睛，可以四下转动。我猜测视野范围极广，但也让我悚然。靠近了我，它还挥舞着两根前肢，在沈建清手背上蹦了两下。我本身不怕虫子，但对它却有着深深的排斥和恐惧。我闭了闭眼，摇头说：“不了，你带走吧。”
沈剑清闻言，很遗憾地叹了口气，甘直抚了抚虫子贝壳，低头对红虫子喃喃说：“怎么办，红红？玉泽阿哥还不喜欢你，你可要努力咯。”说完，他弯腰把红红放在地上，红红扭动着身子，停住了一会儿，又爬得不见了踪影。我不想在沈剑清的屋子里多待，虽然这里光线充足，但依然让我无端感到森冷。我说：“我可以回房间了吗？我可以自己回去，不麻烦你。”沈剑清却说：“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办了，我还有事情你为我做呢。”他一边说一边靠近我，话音落下的时候几乎已经贴在我身侧，他的气息落在的半边脖梗里，很痒。习惯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巴甫洛夫的狗可以21天养成听到铃声就分泌口水的习惯，我甚至没用上21天，短短几天就习惯了沈剑清这些亲昵越界的举动。甚至这2天我们都在维持着畸形的平静，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我知道这平静岌岌可危，等待着他的下一次暴怒发疯而被戳破。我还是发自内心抗拒着的，忍不住眼神躲闪，说：“我身体还没有好。”李玉泽，你脑子里不要一天到晚都想那点子事。沈剑清突然打断我，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是笑的，眼里闪着狡黠的光，好像精心布置的陷阱终于踩进去一个蠢猎物。他说的好像我很期待似的。我不想理他，正想扶着床柱站起来，他就抱住我的腰：“李玉泽，是我说错话了，别不理我。”他总是这样，故作退步与讨好。我想他一直这样下去，我早晚有一天会真的被他麻痹。所以我心里一直在提醒自己，不能忘了自己的处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李玉泽轻软又不容拒绝地拉着我坐下，把头枕在我肩窝。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姿势。他说：“过不了几天是我母亲的忌日，你陪我看看她吧。”说着，他抬起头，一双漂亮的眼眸灼灼地看着我。任何人面对这样的眼神都不会拒绝他的。我低声应了，之后几天过得很平静，平静到我有时候会真的以为我就是这苗寨中的一员，每天都伴着鸡鸣睁眼，在晚星中入睡。除了房门外依然会每天挂上的锁，它就像个冰冷的符号，提醒着我只不过是个囚徒。沈剑清倒再也没有夜宿过我的屋子。他曾带着3分羞怯的解释说，在苗族，没有结婚是不能同室而卧的，但是按照规矩，一旦同居就必须结婚。沈剑清补充这一句的时候，眼睛亮得吓人。他也的确吓了我一跳。结婚，我也曾想象过未来会和怎样一个女孩儿走进婚姻，组建家庭。她或许很漂亮，也或许很普通，或许很聪明，也或许木讷一些，怎样都行，只要不会像我的父母一样抛弃我就行。我的要求并不高，但在我的所有想象里，没有一次对象是个男孩儿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和一个男孩子结婚。我本来在外面的社会，这也是不被认可的。我忘了当时是怎么回应他的了，或许点了头，又或许没有。总之，这几天过得很平静。沈剑清没有再发疯，也没有说更过火的言论，我竟有些知足。阿送你点阿酒。阿送说的娘，东东好，刚来住阿娘了。他就是阿宋。是他。酒都洒我衣服上了。
是为了温灵玉。阿松，李白家，阿松，李白家。爹，我さっき。两大姑嫂呢？阿松居然在笑。我们苗人固执，看中了一个人，到死都不会改。也许没有值不值得，只有愿不愿意吧。开始了。内农，白娘那农，谁打蹦？内农，大有股桥白娘样内，桥白干部，姑虎，谁农你用公牛办得好？白娘那农，多么好！白虎上那手。这个少年将来一定会成为这一片天地的主宰。沈剑清在看我。呜呼！你不挑俩心少，阿基牛呢？牛你娘嘿！爷姐请你阿妈说这样的事。阿萨吉呢？阿松不用死了。阿松娘爷姐请我。他傻妞。哎呦，阿松娘爷姐请我。你们家，我太不给我，阿松娘母，阿松娘爷姐请我。爷姐请我。哎呦，是看火星仪式上倒酒的那两个人，他们在给阿松倒酒。好啊。阿爸，阿松，阿西，阿西，阿西。爹，妈，我来梦仔，阿吉娜，带萨菲娜娜瓜蒙，菲尤蒙亚，阿吉娜姑姐，阿松，我来梦仔，我来梦仔。雷诺阿条，爷姐亲娘在拍了一。阿碧爷姐亲娘。这些苗民离去时看我的眼神，又冷漠又怪异，就好像在看一只必死的虫子一样。迷着，因为我也喝了那种酒吗？我也会跟徐子柔和阿松他们一样，余生都要被蛊虫折磨吗？
李玉泽，什么？一路上你的脸色都好难看，刚才吓到了。没什么。你是不是想知道阿宋的刑罚是什么？那你愿意告诉我吗？当然。我说过了，只要是你想的，我都愿意去做。又来了。酒里掺了蛊虫，那些蛊虫从出生起就养在酒里，身体完全透明，不仔细看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怪不得看火星那天晚上光线那么昏暗，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酒里有虫。酒的温度环境和人体大有差异，在酒液里处于僵滞状态的蛊虫，一旦进入人体，就会被唤醒活力，一条一条钻进血管里，然后顺着血管流到大脑。中蛊的人会被慢慢啃食大脑，最后变成一具被蛊虫寄居的躯壳。果然，这就是生苗能够隐居几百年的秘诀。这里从来都不是桃花源，而是绝命谷。吓到了？可是看火星仪式上的酒，所有人都喝了，他们也都中蛊了吗？我们自然有驱蛊不入壶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那阿宋他……阿宋是背叛者，他身上驱虫的法门已经被褫夺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所有问题就都能解释得通了。韩火星那晚是婉莹的爷爷下的命令。那晚我也喝了酒，所以我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傀儡？当时你也会很开心吧？终于得到了一个不会违逆你的称心玩具。才不！你身上我早留了东西，没有哪只不长眼的虫子敢近你的身。就算你喝了酒，也不会有事。你在我身上留了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猜？之前在山洞里遇到的那条蛇，被香包砸中之后，就很害怕一样。是香包。你好聪明啊，李玉泽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这香包里不许摘。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连蛇都能吓走，好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像了。你猜，这香包里面是不是我下的蛊？你的蛊？沈月清，窗台上有只红色的虫子，它居然站起来了。来，书上说，越是鲜艳的生物越有毒性，你小心。啊！它爬到你手背上了，它居然听得懂你的话。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红红，我养的小玩意儿。你养的？李
李玉泽，你看，他很喜欢你。这虫子好奇怪，背上的纹路毫无规律，眼睛很小，但视野似乎很广，长得有点瘆人。不许捣乱。我不是说你。那这虫子怎么好像小孩子在认错？你要摸摸它吗？它很乖的。不了，你拿走吧。怎么办，红红？玉子阿哥还不喜欢你，你可要努力喽。他居然钻到你衣服里去了。被你嫌弃了，让他自己待会儿。我累了，也想自己待会儿。玉子阿哥，你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已经办了，我还有事情要你为我做呢。我身体还没有好。李玉泽，你脑子里不要一天到晚都想那些事儿。李玉泽，别碰我！是我说错话了，别不理我，好不好？玉泽阿哥，那你要我做什么？过几天是我阿妈的忌日，你陪我去看看她吧。太好了，李玉泽，谢谢你。他总是这样，明明带着亲人心，却又时时的后退讨好。李玉泽，你千万不能忘了自己现在的处境。之后的几天都过得很平静，沈剑清几乎每天都来，要么一直缠着我说话，要么……玉泽阿哥，有时候沈剑清还会给我带一些外面的东西。就知道你醒了。我做了糯米粑粑和米布丁，过来吃。哦，我听外面的人说，吃这个会让人开心起来。那，送给你。巧克力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拿药草跟镇上的人换的，就知道你会喜欢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就这样跟沈剑清过一辈子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然而，每天挂在房门外的锁，就像个冰冷的符号，不断提醒着我。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只不过是个囚徒。李玉泽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别管我就好了。你这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舒服吗？
太晚了，我真的要走了。乖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好。睡吧。沈剑清每天都来，但再没有在我屋里过夜。他说，在我们苗族，没有结婚是不能睡在一起的。那你还……但是，按照规矩，一旦同居就必须结婚。结婚？不是跨省演出，就是出国交流，家里的事你管不？你还知道自己有个儿子吗？在此之前，在我所有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想象里，没有一次对象会是个男孩。余则，我自己洗就可以了。你先出去吧。你的腿不方便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我的腿好多了，我自己可以。那我等你，洗好了叫我。知道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和一个男孩子结婚，在外面的社会，这也是不被认可的。李玉泽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考虑什么？跟我结婚吧！我从来没想过，这太荒唐了。玉泽，你答应我吗？答应我。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走了。男人跟男人结婚，沈剑清是疯了吗？李玉泽，你愿意吗？